这里是贵州兴义万峰林附近的万峰湖。万峰湖也是兴义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2个洱海、76个西湖这样的大小。这种的话就是热带的地方才有。这是第2次来兴义，周边的其他景点去过几个，但是万峰湖没有去过。房东听说我是拍视频的小能手，主动的开车带我去了。万峰湖离万峰林景区大概30公里，这下面就是万峰湖。来万峰湖必须要坐船游玩。湖边有几个码头，价格不等，便宜的船60，贵一点的快艇100。刚刚驶离码头的是一个旅行团的包船，因为不想等太长时间，就坐了这艘船。船票60块钱，时间1个半小时。湖边可以看到喀斯特地貌的一些岩石和山峰。这个万峰湖是由蓄水水坝积下来的淡水湖，面积相当于76个西湖的大小，相当惊人。感觉无论万峰林还是万峰湖，下午的景色都是逆光。这是下午4点半的时间，游船拐了一个大弯，开始进入小三峡。看看有没有小三峡的感觉。这个万峰湖主航道的长度就有120多公里，湖的平均宽度有4公里。这一段叫小三峡，所以航道比较狭窄。船开了40多分钟，开始在这里掉头，往湖的另一个方向走。这个就是快艇，还有这样的游船。好像我们这艘船是最慢的，不过在船上待着很舒服。现在驶出了小三峡，有一点夕阳西下的感觉了。看远处的万峰林，形状多美，难怪这里被称为万峰之湖，山水画卷。如果天上云再少一点，再晚20分钟，落日将是非常美的。在万峰林的时候，有不少朋友推荐我去马林河大峡谷，不过我前年的时候去过了，考虑到现在也是枯水期，峡谷里的瀑布不大，所以就没有去。不过如果你没有去过，
来万峰林可以顺便去一下那里，因为交通非常方便，景色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万峰湖边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尤其是布依族的村落。前方看到的是一个欧式城堡，这个也是近期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游船特意开到那里。这个城堡怎么样？无论是从湖中、空中还是岸边看上去，还是挺雄伟的。本来开始想开车开到这个城堡去，但时间有点晚了，就放弃了。如果你喜欢拍照，下次来万峰林的时候，可以开到这里，拍的照片绝对是不错的。看看，这个城堡就是建在岛上的悬崖峭壁之上。说真的，这个城堡还真挺好看的。如果航拍一下，绝对是成为网红之地。这个城堡的名字叫吉隆堡，吉隆坡的吉隆，有一座桥跟陆地连接。好像目前这个城堡的门票是60块钱。如果你来这里打卡拍照，不如带上午餐，多在里面玩一会儿，这样才能值回票价。现在船驶离了城堡，开始往回返。我个人感觉，如果自驾来万峰林，顺便到这里来，还是值得看一看的。如果没有车，就比较困难了，一般有旅行团到这里。现在就可以看到岸边的一个布依族的村寨。老板开车带我回夏纳辉村的时候，路边有个观景平台，当然是免费的。从这个平台往远处看，还是挺漂亮的。摇曳的芦苇，在这里眺望一下万峰林。本来明天想去网友推荐的贵州平坝看樱花，但天气预报说有雨，就放弃了，准备返回昆明。听说昆明附近的宜良也有个樱花谷，准备去那里看一看。如果你正在昆明旅行，或者住在昆明，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宜良樱花一日游。这里是贵州兴义的万峰林景区。贵州的万峰林与桂林的阳朔、湖南的武陵源、江西的三清山，还有罗平的枫林，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5大枫林。可以说，万峰林是中国经典山水田园与世界级喀斯特地质奇观的完美结合。今天就带大家游览一下贵州兴义的万峰林。贵州兴义的几个景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交通方便，几乎都可以坐公交到达。万峰林景区也是可以坐公交车到达的。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万峰林了，准备看看夏天的万峰林有什么不同。这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地质公园。万峰林不但被评为过中国最美的枫林，万峰林的纳辉村也荣获过中国最美乡村的称号。
其实整个万峰林，包括里面的小村庄，都是免费开放的，很多人来这里都会住一两晚。万峰林里有很多的小村庄，主要是布依族村庄。我这次没有住在万峰林下的小村庄，所以准备坐景区的交通车，带大家逛一逛这个万峰林。这是进入村庄前看到的景色。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去游览万峰林景区。这个万峰林景区基本都是半山腰上的观景栈道，门票50，可以在半山腰上徒步观赏。景区的交通车70元，整个环线要行驶17公里。跟我一起坐一坐景区的交通车，看看从半山腰上看整个万峰林和下面的小村庄是什么样子。这是景区车的专用道，自驾是不可以的。整个观光栈道全长8公里，即使徒步进来也是需要买票的。现在到了第一个观景台，众星捧月。这个景区的观光栈道好处就是可以从高处看整个万峰林和村庄。上面是这个哈，这个是对，上面那是最美，对，就像脸嘛。这是众星捧月，一组山峰围着一个小山峰。现在是夏季，基本山和田野都是绿色的。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一个睡美人的山峰。来找一找这里的睡美人。这个是睡美人，下巴、鼻子2个星，这个是众星捧月。看到吗？哪个呢？你能看出哪个是睡美人的下巴吗？观光车继续前往第2站。看远处一大片的万峰林。这是第2个观景台，锦绣田园。看下面这些小村庄，白色的房子多美。住在下面的小村庄是不用买景区门票的。但如果想从我这个角度去欣赏这些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美丽的小村庄，就需要买景区的票，从这里徒步或者坐景区的观光车上来。角度不一样，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尤其对于时间比较紧张来万峰林游览的，坐这个景区车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以轻松地看到万峰林最美的风光。走到前面的亭子去看一看。这里的视野更加的开阔。好一派锦绣田园风光，真的特别美。可以说万峰林是中国经典的山水田园和贵州喀斯特地质奇观的完美结合。加上观景台这些漂亮的红枫，整个景色非常美。继续前往下一个观景台。基本上最美的这段观景栈道，从入口走过来大概4-5公里。现在到了八卦田的观景台，可以看到下面的田园像一个八卦的形状。
也只有从这个空中才可以看到八卦田的景色。2、3月春天的时候，这里都是油菜花开的时节。下面这个漂亮的村庄应该是中纳回村。继续前往下一个观景点66大顺峰观景台。从这个位置往前可以看到66大顺峰，6座山峰并排在一起，名曰66大顺。下面就是下纳回村。前年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个村子里，这里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民宿，价格也不贵。坐车继续往下一个景点。公路两旁还开了一些小花儿。万峰林这边海拔大概在1200多米，空气非常好，一年四季温度也比较适宜，所以也算是长寿之乡。前面到达了半山腰的最后一个观景台，这里有一个长廊可以休息一下。这个地方叫步步高升，需要爬一个小山。有一些当地的村民在这里摆摊儿，卖一些当地的特产。据说这里的台阶是99级。登上去看一看整个万峰林的全景。放眼望去，都是一座座的小山包。其实整个万峰林不但有数不清的山峰，还有很多坑、缝、林、湖、泉、洞，这些天然的明河暗流、天然湖泊、天然溶洞、天然林木、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可以说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从这里放眼望去，既有田园风光，又有奇山异水。看着密密麻麻的山峰，远处还有一个大佛寺。景区车继续往前，不走回头路。前面就要下山，车会开到村里。这个是景区的检查站，要到观景栈道需要买票。从这里往下就是进入万峰林的小村庄了。原则上来说，这下面都是免费的景区了。田园里一个大大的福字。村子里的风景也非常的美，很多人都会在村子里找一个民宿住1、2天。景区车在村寨里也有几个停留参观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博物馆，博物馆的讲解员免费讲解。在这个博物馆可以领略到盘江的人文精神和盘江的灵魂。曾经来过当地的一些历史名人，还有盘江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万峰林民族文化园的组成部分。这个是何应钦，在兴义也有何应钦的故居。茶马古道。参观完博物馆，从村子里继续穿行。如果住在村子里，
可以租一辆脚踏车，在这里慢慢的玩。和从高处看到的景色不一样，这里可以慢慢的在田间地头散步。我上次是前年的2月底来这里，感觉2月底油菜花开的时候更漂亮，还有一些桃花。而现在这里基本都是绿油油的田野，据说秋天这里一片金黄也不错。景区车一直穿过田野、村庄，最后回到景区的入口。整个一圈下来17公里。景区入口的旁边有一个将军桥，这里有个美食一条街，卖的都是当地的特色蛋炒饭。几乎每个来万丰林的人都会在这里尝一尝这里的蛋炒饭。进来看一看，尝一碗蛋炒饭。可以选择加2个鸡蛋或3个鸡蛋，选了一个小份的2个鸡蛋12块钱，又要了一份油炸酥肉、油炸小鱼儿，一共20多元，尝尝就行了。坐景区车游览一圈下来大概2-3个小时，尤其比较适合那些时间紧的游客。不过我还是极力推荐能够在这里的纳辉村住一晚，尤其是每年2月这里油菜花开的时节，真的太美了。这是我前年在油菜花开的时节拍的万丰林。另外离万丰林不远还有一个万丰湖景区，可以在万丰林景区门口买万丰湖的景区车船票。这几个都是4A 景区，都非常的美。不过这次没有去万丰湖，这是上次去的视频。下一集准备去这里的贵州纯景区。我的贵州之行也终于要结束了。在荔波，除了大小七孔，民宿老板还推荐我们去茂兰看一看。于是我们包了一辆当地的车去了茂兰1日游。茂兰有世界的绿宝石之称。这桥叫什么桥啊？这叫观塘大桥。观塘大桥。我们现在离开了荔波古镇，去往了茂兰。这是抗日神洞，叫什么洞来的？川洞。川洞，抗日时期的一个据点。沿途郁郁葱葱的，非常漂亮。哎，你们要拍背影吗？路过了一个水族的村庄，非常原始的状态。走一下就行。我们现在登上了时尚森林，往上爬了1000多个台阶儿。从山顶往下看去，上百个山丘，非常的漂亮和壮观。茂兰区域很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开始了一段探险旅程。沿途还是非常漂亮的。看前面。当地的向导，我们准备进行一次川洞探险。
请了一个当地的向导。什么动物啊？这叫什么动物啊？第8个，大洞啊，爬了1个多小时。贵州的溶洞是非常多的，很多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今天我们一共有6个人同行。我们连续穿越了4个溶洞。就是另外一边的洞吗？溶洞探险。挺好，好，谢谢。挺好，今天还是蛮有意义的啊。里面中午时有是吧？在漆黑的溶洞中探险是非常刺激的。这是2，不用9个洞。 1、2，你们灯光不要不要出声。1、2、3。这是9眼。现在不能光线没有光，现在没有光。现在不能看。我看看。终于穿越了4个溶洞。我不动啊。这面旁边正好了。举起来 ，OK。有没有人？等一下，让你给他姿势给他摆好了再下来呀。快点，1、2、3，手拿起来。一天的行程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我们去千户苗寨。这里是贵州六盘水的梅花山旅游景区。梅花山风景区就在六盘水的市区内，所以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梅花山可以说1年4季都可以游玩，春天赏梅，冬天滑雪，而夏天这里则是避暑的胜地。梅花山的海拔高度要高出市区700米，夏天平地的温度只有19度，所以这里是避暑度假、休闲徒步的理想场所。今天就带大家去梅花山玩一天。我是从市区打车20块钱来到了梅花山的索道站。世界第一索道。梅花山的景区非常大，我准备坐缆车全面的游览一遍。这是索道站的游客中心，这个索道有2段，建议买一个全程往返的，128元，当然也可以买半程的。这个梅花山索道是以展示中国良都六盘水的自然人文景观风貌为出发点，打造了一个全新交通的旅游产品。索道全长9.9公里，从市中心的明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过滑雪场，到梅花山最高处的高卢村，全线贯穿了梅花山的旅游景区，带来了一种高空穿越的感觉。据说这个梅花山索道投资了9亿多元，全长将近10公里，是世界最长的索道。整个索道在空中单程就需要40分钟，但也规划了2、3个中继站，可以中途下车。前面就到达了一个中继站，不过这个季节这个中继站没有开放。梅花山旅游区严格来说算是一个没有门票的景区，可以自驾过来，当然最好的体验我觉得还是坐这个索道。将近10公里的索道沿线有几个主要的景点。第一程的索道6公里多，将近坐了半个小时，来到了滑雪场这个站。这里可以下缆车游览一下这附近的景点。这是第一段的缆车，
下缆车，在这附近游览之后，还要往前走一段，坐下一段缆车。这里除了有一个滑雪场，还有一个梦幻激情谷。这个梦幻激情谷也是六盘水唯一具有生态旅游、休闲娱乐的主题游乐园，所以也是春夏时节游客的网红打卡点。首先经过镜子迷宫，整个梦幻激情谷有6、7个游乐项目，喜欢游乐的可以在网上买个优惠票，套票大概几十块钱。一起转一转这个梦幻激情谷。远处可以看到两山之间的玻璃桥。到前面玻璃吊桥走一走。玻璃吊桥几乎是来梅花山必打卡的地方。这个吊桥横跨在梅花山景区内险峻的两山之间，悬空在景区的滑雪场之上。这个下面实际上就是滑雪场。这个位置海拔大概在2300米，有不少可以拍照的平台。到桥上走一走。这个玻璃桥的全长大概是366米，桥的高度有150米，远处的风景很美。透过玻璃往下看一看，这周围有很多小山峰，设计了很多惊险刺激的项目，有玻璃滑道、滑翔飞艇，都比较有意思。今天的天气还算是不错。在梦幻激情谷的旁边还有一个精灵乐园，这里应该是小孩子比较喜欢的。在这里走一圈，看看有什么可玩的。有点像一个童话小王国。这里是一个彩色的世界，有不少儿童的游乐项目。现在走到了滑雪场，冬天来这个梅花山滑雪场还是非常棒的。这个绿色草坪就是滑雪场的初级赛道，旁边是夏天可以玩的彩虹滑道，这个滑下去速度很快的。这个梅花山国际滑雪场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滑雪场。现在准备继续坐缆车前往下一站。在六盘水旅游，网友向我推荐最多的就是来这个梅花山。尤其是这个季节来六盘水旅游，梅花山几乎是不二选择。另外就是这里的交通离市区非常近，只有5公里。对于像我这种不自驾的自由行游客是非常方便的。继续坐索道缆车，在群山峻岭中穿行。梅花山景区里的这些景点也是可以自驾驱车到达的。
但乘坐缆车穿行在这些峰葱峡谷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这第二段缆车大概是3公里多，缆车一直往上，到达梅花山的最高处高炉村。下了缆车，首先有一个造梦空间，这个单独收费20多元，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各种变换的灯光，不同的空间，里面设计的房间还挺多的。这个叫深渊长廊。其实这个造梦空间还是不错的，不过我看过太多类似的了。从缆车终点出来，有一段观光廊道，可以坐景区的车。这个盘山路上封闭的玻璃廊道还挺美的，全长大概有2公里多，可以徒步，也可以坐车过去。中途山头上有一个拓荒牛的雕像。从这条观光廊道往前，就是梅花山的国际度假公园。这个景区的门票加上刚才缆车过来的观光车，一共是20元。这里还有一个梅花湖。继续坐观光车，前面这段叫时光隧道。整个梅花山风景区虽然很长很大，但是只要坐缆车过来，一路上的景点连接、摆渡车连接还是非常方便的。穿过了时光隧道，现在来到了梅花坪。这里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梅花山国际度假公园。这里是以梅花为主题建设的度假公园，公园内有很多珍奇的植物，这里景色非常的优美。景区内有很多以鸟巢、鸟蛋、恐龙蛋、酒杯为原型的建筑，很多建筑都是度假式酒店。进来看看这里的度假酒店，参观一下。这里都应该是比较高档的度假酒店，还楼上楼下的很大的房间。猜一猜这样的酒店多少钱？下面这些鸟蛋的建筑好像不是住宿的，是用来娱乐、唱歌、吃饭的。有不少游客就是来专门看这些奇特的建筑、打卡拍照来的。树林里还有很多的树屋，这些树屋也是免费开放的。到森林里的空中小树屋走一走。很像是童话世界的感觉。没想到这个梅花山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地方。上面山顶的最高处有一个旋转餐厅，可以坐这个漫步云霄上去。这个漫步云霄是自转着上去的，还挺好玩的。
就是乘坐这个上来的，也是一个梅花造型的缆车。从这里看一看下面，最大的这个也是餐厅。下面很多的建筑都是这里的度假小屋，还有不少的独栋别墅。远处的山上还有很多风车。这个漫步云霄单程15，往返20，也可以走上来。这个就是旋转餐厅了。这里外部也是可以免费参观的。旋转餐厅可以说是梅花山附近的最高点。到上面的观景台来看一看。这个梅花山国际度假公园在梅花山的最高处。如果从足够高的空中往下看，这里是一幅国画梅花。下面的公路就是树枝，而山体和建筑就是花瓣。从四面八方飞来了好多只蝴蝶。从这里往下看一看，这里就是美丽的梅花山。远处就是市区。这个房顶的图案就是从空中看整个梅花山的图案。这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避暑养生、观光度假的地方。这是旋转餐厅里面的情况。只要喝一杯饮料，就可以在这里休息赏景。环境还是相当的不错。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这边有很多的度假小木屋，过去看一看。如果价格不贵，可以考虑住一晚，因为这里早晨很容易看到云海。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上面的就是旋转餐厅。参观一下这里的木屋别墅。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只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在每一次醒来，不用再徘徊，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